落单的 AQ 直接秒掉。你觉得狮子狗跟螳螂综合比较下来谁强？那必然是狮子狗啊。综合比起来，同样是刷子英雄，我跟你说，螳螂是个刷子英雄，螳螂是纯刷的那种英雄，基本上都是纯刷。狮子狗和螳螂比起来，狮子狗的节奏还能比螳螂能提升一点的。螳螂这英雄节奏就基本上刷就行了，刷完找机会了。跳 Q 正常刷，对面肉多，狮子狗怎么玩？上把对面不就很多人出肉了吗？最后把木刃换成大中央刀就行了。爆出来之后，这边打一个 AQA， 转另外一边 Q， 一直平 A 的好。2级学 W， 跳 Q 惩戒 AW 往上拉，看 F4 在没 ？F4 在 ，OK， 我们正常刷。如果说 F4 不在的话，就代表敌方打我们野区啊。他带我们野区，我们肯定要跟他打架的。这边未打赢，这边跳 Q 技能放慢一点 ，AW 把这个东西 A 掉，看一下有没有眼位。没有眼位，没有眼位，加上对面位是蓝开往上刷的。这个兵线的话，盲僧能抓死，狮子狗抓不死。这个兵线的话，盲僧 W3一发平 A 有个减速就能抓得死。跳 Q 往上拉，把这个东西刷掉。如果说敌方是蓝开往上刷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只要是敌方是蓝开，你就优先控河蟹，知道吧？不要优先去打这个，优先控河蟹。别着急放 E 啊，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闪现。如果他慌了，第一时间放闪现，那我们就往他闪现的地方撇个 E， 这个分情况呢。上路先别管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上路怎么抓呢？5级才能抓啊！不要想着4级直接无脑上面抓，没用的，必须得等5级。他们还要补兵呢，我们得快一点。别着急，卡个4星，位在的。我们先看后面，别着急。就这个，对面的位不管有没有大招，他这波都打不过我们，知道吧？死3杀，这就是卡4星了的狮子狗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这波但凡没卡4星，你绝对打不到这样的效果。所以说你玩狮子狗抓人是一定要卡4星的。记住主播这句话，一定卡4星，不卡4星就废废。把这个野怪刷了，准备回家了。我们这波拿了被动基本上拿满了，就差一个格温的了。去下路再抓一波，直接拿下。放技能的时候解说一下最好了，因为狮子狗的技能一般都是好几个一块摁的，我不太好给你们解说。这你边说我说实话，我摁技能的时候能把技能QWE 能说出来的不错了。要解说的话那就更难了，我只能打完之后再给你们解说这波为什么要用 W， 或者怎么样。跟他来。其实这波我们有个失误点啊，我们该跳一下的。不跳的话，因为他走得太快了，我没跳出去。不跳的话是没有这个猛然冲击的。知道吧？我们触发猛然冲击得跳一下。扫描开一下，有眼位就排，没眼位就算了。主要就扫描就是为了排野的呀。这个人其实可以抓，想抓可以抓，猴子肯定是往上刷的。开了大招之后跳不跳都行，因为大招就属于隐身，隐身就已经给你提供那个穿甲了呀。OK， 把1塔拿了回家了，更新装备去。看一下敌方什么阵容啊？敌方这个阵容没什么回血，我们可以先不做中央刀，正常来讲也不做的。发起攻击。
优先做这个。如果说要打团战的情况下，优先去做一个小木锤，小木锤比耀光要好。打团的情况下，抓单的情况下，耀光就会好一点。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偏向于打团的，龙团5分钟肯定要打资源团的。看到他没？去把他带。我们这波能省闪现就省个闪现，省闪现肯定没坏处的。哎，哎呦，好亏啊！我人马了，他怎么还有大招啊？不过队友应该能打，队友如果能把这个打了就不亏。我人马他怎么还留了个大招啊？我想到他啥技能都没有了，你锤石留大招，我这波都能跑。呀，他留了个大招。真多离谱啊！没关系，1000块给他呗。下路这兵线好亏啊！下路这一大波兵线，我吃的很亏的。这种兵线最好队友吃，因为现在连7分半都没到，7分半之后我们吃还行，没到7分半我们吃钱减60%的，太少了。亚索是个人才，不用管他，让他去死吧。你知道他是人才都不用管他了，没办法，你挡不住的，知道吧？人才自己的人。好难啊！对面一直在推塔，我们这边不推塔了。不推塔，打架就无效打架。这个人抓不了，他回家了，把他野区入一下。入完了之后去下路吃一波兵线，那波兵线挺值钱的。还差最后一个眼位。搞这些，天赋带巨人杀手怎么说法？这版本不是坦克联盟吗？带巨人杀手挺好的，能带巨杀不随便约。操！真的搞啊，这些人。那边 ADC 没那啥，没蓝，他也不敢往前站，玩的那个位置。哎呀，对面包我，队友也不出事儿，好痛苦，说实话。亚手坤巴在这块吹笛呢，人妈的！
龙团前30秒，前1分钟就赶紧去单带，知道吧？我操！这不人机吗？这中路也抓不了。你们讲对面位在旁边，我跳下去一瞬间，对面位就过来搞我。这边一个格温把他秒了，打不过我们。他不给机会，不给机会算了。这题目会玩。可以，这索德哥不简单呀，这索德哥。我是没想到的，我把他捆住了，索德哥还能把他放跑了。对面的吧？真的是对面的呀。这大招是啥意思？我的这开大招不清兵了，把我吓得我以为你要揍我的嘞。我们经济1万多了，11400了。对面的经济压了5000。先看这个，这个人伤害高。像这个情况呀，很多人会打大龙，对吧？打大龙没必要，我跟你们讲，打大龙没必要，这个点优先推塔。分情况，我跟你们讲，拿到大龙是为了干嘛？拿到大龙是为了推敌方高地。确实有必要拿大龙。还是有点快，还是有点慢。如果说速度再快一点的话，把这个高地拿来再拿大龙，就会好一点。不着急。对，我没把他一个平 A 点死。如果他一个平 A 点死的话，我的一技能捆的就是敌方的 ADC 的。这人怎么也没死？没关系，我帮他们打条大龙。手机和平板最大的区别就是视野，是吧？那个视野问题不大的，其实无所谓。你玩手机能上到的分，玩平板也能上；玩平板上的能分，平板上的分，玩手机就不一定了。因为平板，因为你手机转平板，就是视角会变大，但是你平板转手机的话，会有一个坏处，就是视角变小了，你可能就懵逼了。没暴击啊，那都一刀暴击他都死了。像敌方这种转肉装，对吧？那么锤石，就我们的目标这把肯定是卡莎和对面的中单，还有对面的上单，他们做的都没有护甲装备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是不用去换大中长刀的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你想去换大中长刀，也可以把默认换成大中长刀，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达到一个 Q 秒一个满血的 ADC。像这个情况下，这边2个人对吧？这边有一个落单的，那我们怎么打？我们就去找这个落单的 AQ 直接秒掉，让队友打上面的，我们去把下路塔一拿。这亚索对线个中单，
中单厄运小姐怎么能打不过呢？我就理解不了。他的大招，他的 W 不是能挡对面大招吗？AQ 看到没？1000多血的防御塔，狮子狗秒完防御塔就是这么简单。没点关注兄弟们可以给主播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！需要跟车上线可以看一下主播主页个人签名。如果队友不一波的话，我现在开大招去打对面的厄运小姐，对面的 AGC 都是一个 Q 2000血以上的。但队友着急一波也没办法，这版本队友老一波，我这版本打素材或者来咱们直播间，我更希望你们学到的是技术，学一刀流，一刀流只是为了一个视觉体验。你在想什么？下路一波，来人！一打5，5杀。